小齐来了多少次了，我都记不住了。大家看，今天范志毅没来。随着节目的进行，我现在严重怀疑，小齐代替范志毅成为了品牌挚友。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新的范志毅，小齐。哎，观众好，观众好，观众好啊！谢谢啊，谢谢主持人张老刚啊。这期嘉宾，你看阵容很像过年时候要见的亲戚，就是平时啊你想不起来，但是你想省点钱办事儿，你还得找他们。哎呀，比如说我尊敬的何洁，很久没听到您的名字了啊，我妈还给你投过票呢。是真的，是真的。上次听到他的名字还是很久之前，我妈跟我说买的洗衣液和洁面乳。什么？哎呀，谢谢啊。苏醒，最不像 rapper 的 rapper， 他也学得像别的 rapper 一样，演唱会为自己的家乡放狠话，但别的 rapper 都是说。家乡黑怕才是最 real 的黑怕，到他这儿西安胡辣汤才是真胡辣汤。不是你为胡辣汤争取啥呀？共情了，因为你们都糊了。太爱说话了，家境太好了，配得感太强，就每年都要发微博说：“哎呀，今年春晚彩排仍然没有通知到我。”我只能跟全国人民保留我的才艺了，哥哥，求求你别再保留才艺了，销毁吧。你的才艺大家都知道，夜空中最破的星，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马年就得学马叫呗啊！我真的是就受不了，我感觉那个歌《逃跑计划》听了都得计划逃跑。什么歌啊那是？哎呀，但有跑得更远的今天啊，阎鹤祥，著名的双栖艺人，相声演员，摩托车手，很尊师重道。真的，他师傅郭德纲曾经说过，说每个相声演员都可以讲脱口秀，但脱口秀演员讲不了相声，他给实践了。他讲了脱口秀，真就讲不了相声了。知道吗？都逼着出书了，书名叫《把摩托车一扔，跳进那绿海》。我这一听，这是书名吗？我以为笔录呢。我当时在偷摩托车，警察来了，我摩托车一扔就跳进那绿海了。不是谁都能出书吗？这么说，郭麒麟也出本书，把阎鹤祥一扔，走向那未来。哎呀，我以为他已经够不会起书名了，直到我知道俞灏明出过一本书，叫做《我是大明星》。哎呀，还是科幻题材啊！真的有，真的有，你们到后期可以查到。这本书还是跟王栎鑫一起出的。你知道副标题叫什么吗？叫《明王子与小胡胡》。你有年代感吗？明王子与小胡胡，这明王子是谁呀？朱棣呀。真的，但我挺感谢俞灏明的，因为他拍的《一起来看流星雨》治愈了在中专时的我，让我知道原来贵族大学的端木磊脑子也不好使啊。
天天说胡话，那个名场面都给我气笑了，你知道，在天台上，端木磊跟楚雨荨说：“喂，可不可以不要在这里听 MP3？” 楚雨荨在那啊，我音量也不大呀，说你吵到我的眼睛了，吵到你的眼睛，怎么不戳瞎你的嘴巴呢？这不是纯找茬吗？哎，楚雨荨一点不生气，还在那啊，对不起，我一定是打扰到你了，一定是打扰，这么有把握？不，姑娘不用急的，姑娘你不是打扰到他，你应该打他。真的，他还装呢，说我对不起，我只是有些音乐洁癖。我觉得用非5.1杜比声道的设备听音乐，都是在往耳朵里倒垃圾。音乐洁癖，什么人会有音乐洁癖呀？你听过什么脏东西？现在这么害怕呀？苏醒的歌啊！哎，真的受不了。然后我当时把那个剧看完，我就感觉我的同学啊，个个都很聪明，会说人话。我就盯着他们，就算有人问我说：“小眼睛，你瞅啥呢？”说他能分得清小眼睛跟小嘴巴。我真的觉得爱丽斯顿商学院不如阜新市第2职业中专。刚才说到小眼睛，不得不提檀香文了。哎呀，我的兄弟俩今年又上春晚了，做兄弟真为你高兴啊！啊，真嫉妒，他俩都火到檀香文可以单飞出专辑了。但朋友们放心，没飞起来啊！真的，他想单飞出专辑，他想上春晚。今天范志毅要没来，来的话就会说他们没有那个能力，知道吧？最新出的主打歌叫《至暗》 ，QQ 音乐点赞261个，我听了一遍还是261个，多了一个不喜欢。这么狠吗？真火呀！而且他俩就今天春晚上买菜那个节目了吗？真的，我真的要爆料他俩从来不买菜，天天点外卖。我写初稿的时候我想写白菜8块钱一斤，这是过日子人吗？不，春晚缺这种题材，你找我呀！我真买菜，我知道白菜8毛5，韭菜2块0毛3，芹菜3块2毛2。就这嘴皮子都能说相声，蒸羊羔、烧鹿野、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故意没说蒸熊掌，因为蒸熊掌犯法。我这意识，我不上春晚谁上春晚呢？啊！哎呀，真是的，这尤其你看人家0713，陈楚生把苏醒都带上春晚。你俩明年带我一个呗？什么我有用？因为我看你俩差评了，主要是东北人在说听不懂。你缺的不就是我这个东北翻译吗？真的，咱们仨搞一个群口白话，多好！我就给你们翻译，是吧？你比如你演你们买菜那个多好啊！他说：“哎，可以讲价吗？不可以。”东北话就是我都给你得了呗。啊，有没有鲍鱼？你看我像鲍鱼不？虽然今天只有我跟高寒没有上过任何春晚，但是我俩有他们都没有的东西，潜力。不管是千里马还是潜力马，一直跑的就是好马。祝各位马年大吉！我是小齐，哎，拜拜拜拜。哎呀，一个春晚是眼红了多少人啊！这是。
有必要那么嫉妒吗？小齐，老嫉妒了。我跟你说，你也找一搭档啊，你找高寒啊，你俩做一个组合啊，叫对口东北话兄弟啊，没准明年能上春晚，好不好？如果明年你上了春晚，我对你的态度马上就恭敬了起来。那我们不会再搭理你的。什么？我们上春晚的话不会再搭理你的。今天只会有7位朋友进行脱口秀表演，有1个人他在这努力表演，但是我不会让他出声。下一位要上场的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阎鹤祥，还在德云社啊，还在，而且今年参加了那个德云社的那个封箱演出啊，在台上看郭德纲和郭麒麟说相声啊。这2年呢，又是脱口秀，又是 sketch， 不仅跨行业，还跨平台，还跨过山和大海。有请每年在德云社工作20分钟的阎鹤祥。谢谢大家，我是阎鹤祥。特别开心啊，主咖还拿我当他的朋友，很惭愧，因为去年参加了对面的节目，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啊，没办法，一个没有搭档的人嘛，可不就是到处趴活嘛。这些年各种喜剧综艺都能看见我，我都成了喜剧舔狗了，这点就不如张老师，坚守在这儿，忠犬少刚。好话，好话，好话。作为资深留守明星的代表，我觉得这个场子我是非来不可。我觉得在场4位嘉宾也真是好脾气，明知道自个儿不是第一选择，还得谢谢你想起我。主题里还说什么虽然边缘，但是常青。你就直接说我们是绿叶不就完了吗？绿叶你就红不了，而且也不能黄，4季常青，随叫随到，所以我们在一起就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有活啊，不好。哎，提起林子我就烦。这是想起我吗？这是想气我。我现在真的啊，每年到封箱的时候，我师傅才能想起我来。你那是想你儿子了。我现在回单位，为了想说相声，我得天天勾搭我师傅想儿子。我没事就带着橘子去看我师傅，而且搀着我师傅翻铁道，给我师傅锻炼的身体特别好，生了一2胎。我说那我不管，以后郭汾阳要长大了，捧哏还得是我。子承父业等不了了，我先来一个胸中地级。他们老说我啊，说我是进攻型捧哏，其实我多温和呀，我那顶多叫砸挂。我不像苏醒，他是啥都砸，砸完电视砸何洁，前些天连胡辣汤都砸上了，那真是你老家的正宗啊！喝完都给你晕碳了，胡言乱语啊！你们可以上苏醒的微博去看看，那真是梦到哪句说哪句。苏醒啊，你可醒醒吧！对了，赖我，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苏醒的人啊！他跟何洁这2个活宝更厉害，是一个没头脑，一个不高兴。就是每次啊，苏醒这暴脾气，还老特想帮何洁这个傻大姐平事儿。而且那个事儿是越闹越大。苏醒真是一个能办大事儿的人。哎，俞灏明这得说一说了。好，本来比在座的都火，
看不上再就业男团，咱也难怪嘛，人家是正经的07级应届爱豆，当年是一线爱豆，昙花一现爱豆，跟流星雨似的，歘就过去了。但人家俞灏明现在真的是正经的好演员了。但是上那个0713综艺的时候啊，他评价别人都是综艺咖，说自个儿是演员。我听这话我气就不打一处来。你知道多少人在这儿当综艺咖是因为搭档跑去当演员吗？这当演员有什么好啊？啊，就因为自个儿帅就忘了本了，就忘老本行了，就忘了老专业了，就忘了德云男团，不是就忘了快乐男声了吗？对不起啊，我有点激动。徐浩伦和谭湘文，就你俩有搭档，就你俩闷得密，对，就你俩天下第一好，就你俩组团上春晚，哟哟哟！谁还没上过春晚啊？我今年还上了4秒钟呢。哎，但是风水轮流转，我今年当的是群演，所以在后台跟蔡明老师打招呼，人都不理我。后来一看，是因为忘充电了。谭湘文，你看着点徐浩伦吧。我看太小了。以我的经验啊，一对搭档，矮的帅的那个早晚先出事。谭湘文，你多留点神吧。这男人啊，有钱就变坏。你问他，他还不承认。他呀，可会装傻了。大家看得出来啊，确实有一点情绪。因为这2年呢，作为一个被迫独立的男性，我不得不做了很多新尝试。喜剧演员、作家、摩的师傅。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是，我当爸爸了。当爸爸这事儿特别重要，因为这是我今年的一个新身份。我是结婚以后才生的啊，这没敢告诉苏醒啊。哎，关于我结婚这事儿，好多网友的话我也理解不了，说阎鹤祥一个骑摩托车环游世界的人，怎么能结婚生孩子呢？我骑摩托车也没骑个不孕不育呀。居然还有人威胁我说他敢结婚我就脱粉，哎，就长成我这样也有现役爱豆的待遇。我有时候我就不理解饭圈，就是喜欢一个人就不让他结婚，不让他生孩子，跟养一个宠物一样。这我真怕喜欢我的人过2年带我去做绝育。哎，确实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啊，确实不太友好。我特别想努力赶上年轻人的步伐，但有些网络新名词我真是学不过来，尤其是那种4个字那种字母的缩写。他们现在管小齐这种叫 ADHD， 管张老师的行头叫 OOTD， 说我的 MBTI 是 INTP， 弄得我都有点 PTSD 了。我 YYDS 还没搞清楚呢，心理委员呢我不得劲儿。而且刷短视频我也刷不明白，什么夯爆了又拉完了，不是什么拉完了，俞灏明的小提琴啊。哎呀，我的团队让我你得拍这些小视频呐，你得跳抖舞，我真的是学不来，我把说学逗唱的功夫全都使上了，我都学杂了。baby， 我们的感情就像哈基米猫安白绿豆，苦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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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呐喊要爆啊！我跟我闺女说2句话啊，就是女儿，
这个真是爸爸有了你以后接的第一个活儿。如果你长大以后看到这段表演，一定要知道爸爸真的是尽力了。焦虑的事儿真是没完没了，但是很奇妙，真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呢，我一下就没有什么焦虑了，因为我终于不再孤独了。我之前一直觉得自个儿是一个特别孤独的人，其实我从小特别喜欢毛绒玩具，但是我不好意思买。每回去迪士尼跟我媳妇儿玩的时候，一旦分开了，我就觉得我特别像一个走散的孤寡老人。但是有了孩子以后就不一样了，每回再买这些毛绒玩具的时候，我会就跟他说，我说给我孩子买的。我把我买的所有这些玩偶毛绒玩具都绑在我那个环游世界的摩托车上，我那个车其实就是一个迪士尼巡游的花车。我在全世界所有地方，一旦看到那种孤独的小孩，我都会送一个毛绒玩具给他，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我自己。直到有一天，我闯荡喜剧圈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在角落里的孤独的小男孩在看着我。这个怪小孩叫张兴超。我说兴超啊，你真应该跟我一样多出去转转。他听进去了，真出去转转，把我的摩托车买了。但摩托车交给他，我特别放心，因为哥们儿有忙就得帮，你就说帮帮不帮帮。这一年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焦虑啊，确实是焦虑不完的。我录了很多节目，也去了很多的地方，我发现其实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确实林子大了。我也不小了，应该走一条真正属于自个儿的路了。之前我摩旅的时候，其实是想寻找自己人生路的尽头，我想看看我的绝路究竟在哪儿。当我骑摩托车纵贯美洲，走到乌斯怀亚世界尽头的时候，当我把脚踏进太平洋的海水里的时候，我觉得人生的尽头也不过如此。但那时候我知道，只要我一回头，就是新的征程。所以我希望在座的被落下的焦虑的人们，都开着我的烂摩托去世界各地转一转。可惜我是去不了了，可惜我把车卖了。谢谢大家，我是严鹤翔。哇，好多活啊！鹤翔这段太好了，太好了，我决定把这段在节目里面删掉。为啥呀？完整的删掉，把它留到脱友3，在脱友3完整的播出。我不管你来不来，我都播出。